有一种人，他们注重贞操，但他们只苛求别人，自己却无所不为。古往今来，这种心口不一的伪君子不少，必须鄙视。二，另有一种人，他们注重贞操，他们严以律己，也以此条件寻找配偶，他们知行合一。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信仰。对于信仰，我无意脏品，尊重选择。三，我原以为你是一，今早的现象表明你可能是二。如果我猜测的不错，说明我原先对你态度有错，我向你道歉，你可以索要合理的赔偿。四，我的错误在于想当然，因为在当今世上，遇见一的概率极大，而遇见二的概率接近于零。当然，我这么说并非为自己找理由。提出四，并非否定三。五，因为四，可以推测你在接触小秋之时，也犯了想当然的错误。你凭地域接近，凭相处态度，断定小秋是严格的二，因此未与接触之初，声明你的信仰，导致小秋付出感情，感情受伤严重。既然是你的错误导致小秋感情受伤，你得向小秋道歉。六，因为遇见二的概率接近于零，因此小秋与你接触之初，不必声明他的所有背景。在你未声明你是二之前，小秋只可能以普遍的态度对待你。相信你也在这段感情交往中受伤，但小秋不必为他不是二而向你道歉。你指责小秋不是二，甚至隐瞒不是二的事实，此行为有逻辑错误，你得继续向小秋道歉。七，如果你是严格的二，你对人对己应有相同的处事态度。请参考三，严肃思考五六。如果你否定五六，便等于否定你是二，你属于一，那么以上三四五六作废。八，欢迎你来电声张三，我不监督与要求你就五六对我表态。九，欢迎辩驳与补充。哇，安迪，明明是我的错，你怎么写都是他的责任了？这就叫强词夺理啊！我并没有判断你们感情上的对错，我只是在剖析过程，指出程序上的瑕疵，在这个基础上明确你们各自需要承担的责任。不行，安迪，应勤是个本分的人，咱们不能这么对他。我在第8条写明了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，我并没有责备，而且我也并没有要求他一定要向你道歉。可是番茄说那么在理都没用，你这种强词夺理能有效果吗？该说的我已经说了，有没有效果，看他怎么做了。安迪姐，燕琴，是不是真给我打电话跟我道歉来了？那你快接啊！不行不行，我接不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你帮我接。你就说我现在昏迷不醒，别说我醒着呢。拜托拜托，你帮我接吧，你帮我接。按免提。Hello，我是 Andy， 不好意思，小秋现在还没有醒，所以我帮他接这个电话。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过一会儿再打过来。不用，你也一样。请你帮我转达。我收到了你的电邮，请你替我向小秋道歉，就是你所说的第5条和第6条。而且参照第3条，请小秋提出赔偿条件。果然我没看错，你是个君子。我觉得我也应该跟你道歉，之前确实不好意思，帮着小曲一起对你大打出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可以当面赔偿。算了，这不怪你，是我有错在先的。你说的对，现在能身心合一，坚持做到第2条的人凤毛麟角。我没提前把话说明白，是我的不对，你也不用道歉。谢谢你的体谅。
我的道歉还是要的，而且你的道歉我也会转达给小秋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你知道，因为这个事情已经耽误了小秋买汽车票回去了，所以你可不可以补偿一下？如果你买车票回去的话，帮小秋也买一张。费用我们自己出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是自己开车回去的话，可不可以带上小秋？费用我们一起平摊。好，这我来想办法。那太好了。OK， 那我们等你的消息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听见了？他答应了。他答应帮忙解决这件事情。现在车票这么难买，我认为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会开车回去，然后捎上你。所以安迪，你刚才做那些都是为了我。安迪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握住这次机会，我一定把握住这次机会。我的是 I love you， 我爱你，安迪。把握什么呀？邱莹莹啊，我跟你说，倒追可以，倒贴绝对不行。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不用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了。殷勤啊，他是个死脑筋，你要是倒贴的话，还会被他看不起的，知道吗？我就知道你能做出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来。你忘了昨晚晚上是谁给你送药了？又是谁设圈套留殷勤陪你一夜的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今天早上过来敲你的门是关心你啊？如果你没有好转，殷勤一个人又对付不了你，我正好送你去医院。如果你好转了，正好又跟殷勤发生了点什么，我拉着安迪去给你留一个人证，让殷勤想赖都赖不掉。你知不知道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帮你，帮你，帮你。知不知道啊？你发微信给赵医生说要在他面前揭发我 ，OK？ 我知道你脑子犯浑，算了。可是你不能总看不到我给你做的这好事儿，就只听见我调戏你的那几句丑话了，好不好？做人要动动脑子。殷勤要跟你分手，完全是因为你不是黄花大闺女，跟别人没有关系 ，OK？ 这笨到住一起，真的伤不起，有没有情？你怎么了？喂？喂？小莹莹，哎呀，好啊！喂！死我了！你走吧，他这还生了病呢。可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那你失恋的时候，赵医生跟你说的也是实话，你什么感觉啊？你别哭了啊！我为什么跟他是邻居啊？只要骄傲，我恨你。他说的话也有他一定的道理。哎，樊姐电话，樊姐。樊姐，小秋妍，怎么样啊你？啊，身体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。我刚才在安迪这儿吃了一碗没有味道的面，恢复的差不多了。哎，我一直打你电话都展现怎么了？这大清早的啊？你这是热线电话呀？喂，殷勤呢？他早上刚走，把我交给安迪姐了。樊姐，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回事儿啊？怎么什么事儿到我这儿都那么失败呀？小秋妍，别这么想啊，你性格直爽，心眼又好，我们大家都爱你。殷勤先走，这不是你的错。你想啊，他心里有个疙瘩，你不能让他心里装着疙瘩。还要勉强跟你笑啊，对不对？等他消化好了，疙瘩没有了，自然就会回到你身边的啊。哎，你不要总想着自己不成功。谈恋爱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啊，对吧？你呀，就听姐的，吃饱喝足，然后出去晒晒太阳，找本好看的言情小说看啊。不要去胡思乱想了，好吗？刚才安迪姐用一封邮件把殷勤劝回来了，殷勤跟我道歉了。
说他不该怪我不是处女，还说过节的时候他同意捎我一程回家。真的啊？那太好了。哎，安迪写的那个邮件我是真看过，那复杂程度就像咱们小时候学的那个计算机程序一样，难怪能说服这个应勤。我说我怎么就不行呢？原来是方式方法不对啊。安迪姐可厉害了，她说什么应勤都听，比我说还有效果呢。凡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好想你呀！快点回来吧。干嘛呢？你这是啊？化郁闷为动力，省得我忍不住也想拿个榔头往邱莹莹脑袋上敲。你呀，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给别人。爱情这个东西啊，就像鞋子，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。比如说咱俩在一起，对吧？那跌破多少人的眼镜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对了，5一你有什么安排吗？赚钱呀，剩下的时间啊，跟你们出去玩儿。那就好。这次5一啊，我爸妈会过来。我妈听说我交女朋友了，想见见你。你妈要见我？对啊。哎呀，只是吃顿饭啊，别那么紧张。要吃什么酱？千岛酱还是丘比特酱？随便吧。真要命啊！周一到周五要上班，周末还要加班。这本以为过得考那么轻松点，没想到这更累了。好羡慕你啊，还有心情跑业务。哎，对了，安妮姐的邮件我看过了，怎么样啊？应勤道歉了吗？补偿没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代表咱们22楼集体鄙视他。他不光道歉了，还说要赔偿我呢。那就好。哎，莹莹，这次呢，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，不然就打乱安迪姐的计划了啊！我根本没法插手。应勤答应安迪姐了，说5一务必让我按时回家。可是离5一还有不到1星期的时间了，他除了自驾带我回去，还有什么办法呀？你说路上这么长时间，我们俩肯定得说话的。我们俩还有没有机会恢复成以前的关系啊？莹莹，我明白了，这安妮姐之前列出的那1、2、3、4，目的就是把你和应勤往一块凑，让你们2个能有单独相处的机会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等会儿樊姐回来，你就问问樊姐，这一路上你需要带些什么，注意些什么。最重要的就是怎么通过这次机会，跟应勤把误会解释清楚。等樊姐回来我就去问她。问我什么呀？樊姐回来了，樊姐，这5一应勤要自驾带我回家，这一路上我们俩肯定得说话。我要说些什么呀？我要做些什么准备啊？经过这次以后，我都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了。这么多问题，总得一个一个回答吧。那你一个个告诉我呗。我妈以前是大学老师，我爸是工程师，搞机械的，对我没继承他的衣钵耿耿于怀。哎，他们就是好奇，有什么样的女孩能降服得了我？也没说什么，就说你挺特别的，跟一般的女孩子不太一样。怎么办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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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能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装文雅装死？莹莹，你去开一下门好不好？谁啊？干嘛是我呀？反正你也不是来找我的，我不给你开门。我就是来找你的，是来找你打架的。怎么样？怕了吧？哎，别上当！打架？我还怕
人斗，你知道吧？我不理你，也不代表我怕你，我比你凶。你凶你最凶，是寒冷啊！就你最凶，我好怕哦！就你最流氓。你走开！你才流氓呢！你流氓，你无赖！我什么我还蜡笔小新呢？蜡笔。呱，哥哥，我找你啊！找你！你闭嘴！你一来你准出乱子。你干嘛？关关，是这样的，我上回记得你说你要去读那个什么 MBA。哦，对 MBA， 你报了没有啊？还没呢，但我已经找好了。我这几天出差太忙了，我明天就有时间了。我打算先去旁听一下，跟节课试试。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就交钱报名了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你去报名，我去砍价。我再叫上几个准备接手家里家产的朋友，怎么着我也给谈个团购价。细脚伶仃的圆规说过：“越富越吝啬。”那怎么了？不吝啬富不起来，不爱钱没有财运。我小宝贝，让我再看看你可爱的小脸蛋。走开！你这个女流氓！莹莹，有句话啊，敌人的朋友不一定是敌人，敌人的敌人也不一定是朋友。你要是把我和曲小小绑到一起，那我今天晚上肯定会难过的睡不着觉的。可你刚才跟他聊得这么火热，就是在助长他的火焰。我一开口就说他闹乱子，我结尾还骂了他一句女流氓，中间我才跟他说了几句正经的话。你也不想想我平时是怎么对你的，这样你可冤枉死我了。有道理，我好像真的是那种恩将仇报的人。恩将仇报，这没这么严重啊？不知道，昨天小曲把他给臭骂了一顿，还把自己身上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的，说小蚯蚓恩将仇报，不然他会这么生气吗？啊，莹莹，对不起啊，要不我去跟小曲说说？有问题，反常，我很反常，我反常的连狗都嫌，大家都嫌弃我。樊姐，你说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小蚯蚓，你呀，真性情，直肠子，遇到感情问题，心情不好了，会把气撒到朋友头上。可是朋友他不是树洞，你说的多了，难免会不耐烦啊。你像关关这样的真朋友，会当面向你指出；还有一些呢，一生气不吭忍了，继续帮你。有些人脾气不好，就会一边帮你一边骂你。可是你仔细想想，大家都是为了你好，对吧？这个事情呢，你不要这么早就下定论，等到心情平静下来，认认真真的再重新看这个问题，就会变得很客观了。我就是觉得，我为什么总是这么不走运啊？之前白主管也是，现在应勤又是，我真的不想迁怒于朋友，我也不想抱怨，可是我控制不住，我就不明白了。你说我好不容易赶上应勤，他喜欢我，我喜欢他，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哎，之前的教训还记得吗？人到了穷途末路，走极端是难免的。可是越到这个时候，就越应该为朋友着想，别等到关系破裂了，再想着事后弥补，那可就难了。哎呦，说的容易，做的时候就难了。人究竟要修炼成什么程度，才能把自己的情绪控制自如啊？难呢。哎，安迪，昨天樊姐已经教育我了，我这段时间脑子太糊涂，情绪太反常了，经常会冒犯到你们。我真诚的跟你们说一句对不起。樊姐还跟我说了，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不能因为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而去伤害到自己身边的朋友。对不起啊，安迪。如果以后你有什么看不惯我的，你可以直接骂我，我都会听你的。没关系，你这样子多好。不过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我有2个提议给你，有点不中听，但我认为你应该相信我。
好，第一，应勤跟你之间的关系你没有错。第二，应勤是一个思想比较保守的人，所以我认为如果5一你们两个在一起开车回去的话，不管你多努力，他都不会改变对你的态度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哦，谢谢安迪。安姐，刚才安迪的我听见了，我都听见了。我之前怎么说来着？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啊！来，深呼吸。控制。别哭别哭，哭了妆花了就不好看了。我控制